NASA 在距离地球只有33光年的地方发现了2个超级地球啊，这个发现对我们研究生命来说可能会提供一些帮助啊。33光年其实挺远的，对吧？就是说你以光速飞也要飞33年，但在宇宙这个尺度上，甚至在银河系这个尺度上，33光年就是我们银河系的邻居啊，非常的近。以往我们发现的系外行星基本上比这个都要远，所以这2颗超级地球就会成为行星大气研究的最佳目标。我们可以通过光谱学看一下它们的大气的组成成分，或者是看一下它们大气中有没有水，或者是碳基生物的迹象啊，比如一些耐高温、耐辐射的微生物。但是的话，我们可以肯定的是，这2颗行星的表面绝对没有复杂的生命，因为它们的母恒星 HD I60655 是一颗红矮星。这2颗行星距离母恒星还比较近啊，比如第一颗行星 HD I60655b， 它绕母恒星转一圈只需要2.8天的时间，这你可以想一下它转的有多快啊，公转非常的快。这也说明了它的这个轨道半径很小，所以这颗星球的平均温度在435摄氏度，这跟我们的金星差不多呀。它的体积是地球的 1.2 倍，质量是地球的2倍啊，它的密度比地球高了一点啊。这跟我们的金星非常的像，所以它不可能存在生命的。那么第2颗行星 HD I60655c 啊，它绕母恒星转一圈需要这个 5.7 天的时间，也很快。平均温度在284摄氏度，体积是地球的 1.5 倍，质量是地球的3倍啊，密度比地球稍微低了一点点。那么我们根据密度就可以肯定的是，这2颗行星都是岩石星球啊。那看了以上的数据，我们就能够知道这2颗星球是没有复杂生命的，它也许会存在一些微生物，这倒是有可能的。这些微生物肯定是在大气中存在的啊。但科学家预计，在这颗红矮星的周围，可能还有一些行星没有被我们发现，也许会有行星还处在了它的这个宜居带啊。那么未来我们将会对这个行星系统进行持续的跟踪观察的。好，那我再补充一下啊。这2颗行星是2021年的10月份由麻省理工大学的泰斯科学团队发现的。那么泰斯望远镜的全称是凌日系外行星巡天望远镜。那么从它的名字就能看出来，这颗卫星是通过凌日法寻找系外行星的。它和2018年已经退役的开普勒太空望远镜迄今为止总共在我们的银河系中发现了5000多颗系外行星，其中有大量的类地行星、类木行星以及类似于海王星还有天王星大小的这个超级地球啊。那么你可能关心的是，在我们发现的这些行星当中，有没有和我们地球环境十分相似且宜居的星球呢？有。比如在2020年发表在《天体生物学》上的一篇论文就显示，科学家重新列举了一颗超级宜居行星啊，注意是超级宜居行星，它应该满足的一些标准，并且按照这个标准重新对已经发现的4500多颗系外行星进行了筛选啊，找到了最佳的24颗这个候选行星啊，就是说这24颗行星它们的环境比地球还要好啊。那我们先看一下一颗超级宜居行星应该满足哪些标准啊？那么首先就是这颗行星需要绕一颗 K 级恒星运行啊。那我们知道太阳是一颗 G 级恒星，它比 K 级恒星的质量更大，光度更强，但是它的寿命就稍微短了一些，只有100多亿年。那么从地球生命进化的时间尺度40多亿年来看，太阳的寿命就显得有些短了啊。要知道我们人类刚出现到现在还不到100万年的时间，但目前我们的这个太阳已经进入了中年时期，再过10亿年的时间，由于太阳核聚变的加剧，光度的增强，地球就会因为温度过高不再适宜生命生存啊。K 级恒星的寿命往往能够达到200亿到300亿年，能够让生命有更长的进化时间。所以像太阳这样的 G 级恒星并不是生命诞生和进化的理想恒星，对吧？那么其次就是这颗行星的年龄大约要在50到80亿岁。那么我们的地球就差不多处在了这个时间段，因为行星太过古老的话，它的内部会冷却的，导致行星地质活动减少，甚至是失去磁场，这不利于生命的生存。不过行星太过年轻的话，一般都不稳定，很容易发生一些比较大的地质灾难，或者是导致生物灭绝的天体碰撞事件。那还有就是这颗行星的地表温度要比地球要高大约3摄氏度，因为在地球上很明显可以看到，热带雨林的生物多样性要高于严寒地区的生物多样性，再加上液态水、潮湿的气候，这样的环境更利于生命的这个生存和进化，对吧？那接下来就是这颗行星的大气有 25% 到 30% 的氧气水平，其余大部分是惰性气体。那我们知道氧气是生命的必需品啊，氧气含量高一点对生物的进化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那还有就是
这颗行星需要陆水分散、浅水区域还有群岛要非常的多啊。陆水分散的环境就是说十分适合生命的生存啊，因为连成一片的大陆容易造成干旱。比如地球在爱蝶纪的末期出现了超级盘古大陆，那么导致的干旱就让沙漠从内陆的中心向外蔓延，就导致了那个时候的生命过得非常的苦。那还有就是这颗行星要拥有自己的大卫星啊，质量大约是这个行星的1%到10%，距离还要适中，大约是行星半径的10倍到100倍之间。因为月球对地球生命的进化非常的关键，很多生物可以利用潮汐效应生活，还有产卵啊。那最后就是这颗行星的体积要比地球大10%，质量是地球的1.5倍，因为更大的行星能够为生命提供更多的生存空间还有资源啊。那质量更大也能够让行星拥有更多的大气。那只要满足以上所有的条件，那么这颗行星就是超级宜居星球，它比地球的环境就好的太多了。科学家筛选的这24颗行星，虽说没有一个能够完全满足以上的条件，但每一颗行星在这些指标上的总体评分都要高于地球，也就是说它们比地球还要适宜生命的生存还有进化啊。所以科学家认为这些星球存在生命的几率非常的高。由于有些比地球更为古老，所以存在比人类更为先进的文明其实也是有可能的。不过这些星球距离地球都很远，基本上都在100光年以外，我们互相发现对方还是比较困难的。那么总之就是我们的地球不可能是生命唯一的选择啊！宇宙那么大，在地球之外肯定还有很多的生命的天堂。好，那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如果你听懂了或者是学到了那么一点点东西啊，就关注一下，这是对我最大的支持。好，我是理论科学，我们下个视频见，拜拜。